萬科1550億債務壓頂，王石深夜表態。最近這段時間，王石的朋友圈特別有意思，他總能在看似不經意間爆出一些猛料。比如前不久，他就在朋友圈中暗示自己似乎被限制出境了。起因是有2個朋友邀請他今年一起去參加巴西舉辦的第30屆氣候變化大會。對於王石而言，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兒，因為自2009年第一次參加大會以來，整整16年他從未缺席過。但是今年他大概率要失約了，原因是他出境要某某的批准。他在朋友圈末尾寫道：雖然尚未最終確定，但是會爭取前往巴西。限制出境的疑雲還未散去。前天凌晨，王石又發了一條朋友圈稱，自己正在與萬科決策層建立聯繫，為保護廣大投資者、合作夥伴及13萬員工的福祉竭盡所能。他還表示，即使自己8年前就從萬科退休了，但是在外界看來，王石就是萬科，萬科就是王石，萬科是由他創立的，制度是由他制定的，接班人也是他選的。所以在這個危難時刻，豈能推卸應盡的責任？萬科究竟遇到什麼麻煩，竟能讓退休的王石難以入眠，以至於要深夜發文鼓舞人心？4個字：債務壓頂。和幾天前出售48座廣場的萬達一樣，如今的萬科也面臨巨大的債務壓力，今年需償還的欠款超1550億，缺口達800億，這不是賣幾座廣場就能填平的坑。萬科想要渡劫，需要付出的代價可能要比萬達大得多。今年2月，第一批債務到期，囊中羞澀的萬科不得不求助於大股東深鐵，向對方借了28億的現金，利息僅 2.34%。深鐵同意本金可以3年後再還，每季度支付利息即可，條件可謂相當的寬鬆。事後，王石疑似穩定投資人的情緒，在朋友圈轉發了該消息，並評論說國家隊出手相助。誰料第一批的借款僅到賬11天後，第2批債務就到期了，萬科一算賬還是還不起，只得向深鐵第2次借款42億，條件和第一次差不多。結果這筆42億的借款也沒有撐多久，2個月後，萬科第3次向深鐵求援33億，這一次條件更寬鬆，據說連抵押物都不要了，還款方式也改為到期後本期一起償還。5天前，深鐵第4次書寫萬科又借了15億，與深鐵屢次在關鍵時刻向萬科伸出援手，累計馳援118億現金。有這樣的股東堪稱萬科的幸運，但是從深鐵的財報來看，這位老朋友恐怕也難以長期為萬科提供子彈了。4月29日，深鐵集團發布公告稱，截止到2024年末，深鐵集團發生虧損334億元，主因是公司長期對萬科股權的投資減值。有媒體評論說，投資萬科造成的損失相當於深鐵前5年的利潤之和，深鐵救萬科不成，反被拖下水，外援大概率是指望不上了。萬科自身的情況又如何呢？同樣不容樂觀。萬科第1季度財報顯示，今年1季度的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成，從615億縮水到了379億，其中絕大部分收入來自於商品房銷售。換而言之，萬科的房子不好賣了。更要命的是，由於誤判，2022年万科高價购入了一批土地，造成了2个後果：一是土地價格下跌，導致公司資產縮水，負債率不降反升；二是為了清庫存，萬科不得不降價銷售商品房，導致毛利從 10% 下滑到 6%。受上述因素疊加影響，今年1季度萬科暴虧了62億。這種情況別說是還債，連活下去都懸。作為房企中的優等生，中國企業治理的標杆，我們不懷疑王石的人品和能力，相信他願意為公司、股東、員工負責。但是問題是，到底還有多少錢才能填平萬科的坑？要知道，深鐵已經拿出了118億，這可不是個小數目，但是仍然不夠。萬科還能找出幾個像這樣慷慨解囊的股東呢？恐怕屈指可數。即使今年僥倖湊齊了800億的資金缺口，那麼明年、後年呢？萬科每一年到期的債務規模可都不是個小數目，所以必須有更好的化債思路，才能解決萬科當下的困境，而不是像今天這樣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。這麼做的結果必然是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。萬科這家企業給人的印象和王石本人一樣，有點端着的感覺，可能是他覺得自己是優等生，不能幹丟份的事兒。但是此一時彼一時，今日的萬科已經到了懸崖邊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正如《三體》所言，失去人性，失去很多，失去獸性，失去一切。萬科及王石到了必須拿出獸性的時候了。